朋友们，为什么说开悟以后才是真修行？因为开悟离达到正悟还有一段距离。很多人把开悟想成是终点，觉得只要一开悟就万事大吉了。不是这样的，开悟其实只是你真正踏上修行之路的那个起点。就像你在一间黑屋子里摸索了半辈子，突然灯亮了，你看见了满屋子的杂物，原来这屋子这么乱，但这只是看见了屋子乱不乱，你接下来还得动手收拾，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悟后起修？因为开悟解决的是见地问题，它解决的是你看不看得见的问题。我们为什么痛苦？为什么焦虑？为什么活得一塌糊涂？就是因为迷惑，看不清这个世界的真相。就像闭着眼睛走路，深一脚浅一脚，磕得头破血流。而明心见性就好比你把眼睛睁开了，你看清了路，看清了障碍，看清了方向。所以开悟前我们修的是什么？是把疑去掉，把对世界、对人生、对真相的疑惑通通扫清。但开悟之后呢？你明白了道理，疑惑没了，可是你的习气还在，贪嗔痴慢这些东西一个都没少，他们还在你心里扎着根呢。你想想，你明知道发脾气不对，可火气上来那一刻你控制得住吗？你明知道这个东西不该要，可贪心起来的时候你放得下吗？这就是悟后要修的。修什么？就是修过去那些根深蒂固的习气。开悟之前，你所有的人生模式，所有的思维方式，所有的行为习惯，全部建立在一个我之上。你一直以为我是真实的，你认为你的身体是我，你的想法是我，你的情绪是我，你的身份，你的地位，你的财产全是我。所有的挣扎，所有的算计，所有的放不下，都是围绕着这个我在转。为了这个我去争，去抢，去恨，去怕，去彻夜难眠，去患得患失，把自己搞得疲惫不堪。可有一天你突然明白了，这个我是假的，它不是真实的。你看着自己的念头来了又去，情绪起了又灭，身体从小到大再到老，哪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我？全是刹那在变化的。你终于看清了这一点，你的见地转过来了。这个转变是根本性的，它就像地基被重新浇筑过一样，你整个人生的框架都变了。但问题是，你过去养成的那套惯性还在。你虽然看明白了，但遇到事的时候，那个旧的你还想冒出来，那个贪心还在，那个嗔怒还在，那个傲慢还在，那些乱七八糟的欲望还在。这就是为什么说开悟之后要修，而且修的不是别的，就是把你过去几十年养成的那些以我为中心的行为模式一点一点地改过来。那些贪嗔痴慢，那些执着妄想，就像你身上穿了30年的旧衣服，你已经习惯了它的重量和气味，现在让你脱下来，你不习惯了，你还想穿回去，但你知道那件衣服是脏的，你不该再穿了。那具体怎么修呢？就是觉照观察，用你那个安住在空性上的真心，去看着你的妄心，观察你每一个起心动念，看着它起来，看着它落下，不跟着跑，直到能够保持在本心中如如不动，达到圆满。你可能会问，什么是真心？比如眼前有一个杯子，这个杯子在这里一定有生成这个杯子的原因，才会有你看到这个杯子的果。有因必有果。可是有一样东西它是自然而成，不生不灭，本来就存在的，那就是我们的自性，也叫本心。它一直都在，
从没有一刻离开过你。你找不到它，是因为你的执着妄想，就像乌云遮住了太阳一样，你被那个执着妄想的小我给遮住了。云散开，太阳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你的本心也是如此。性能起心，性是体，心是用。心用来做什么？就是让六根起作用。你的眼睛能看，耳朵能听，舌头能尝，身体能触，这一切作用都是心的作用。当你对本心不了解的时候，你就容易被六根六尘带着跑，被境界所转。比如同样一个杯子摆在桌上，凡夫和圣人都要用心去看，只要有境界现出来，真心本性就转为心了。为什么？因为心能起作用，但是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圣人知道这是杯子，了了分明，他不执着，他心里清楚这只是心投射出来的一个影子而已。你会去执着墙上投影出来的那个画面吗？你不会。可是凡夫呢？凡夫把投影当成了实有，拼命去攀援，拼命去抓取，放不下，舍不得，所以凡夫就在这些影像里面转来转去，出不来。所以佛家才告诉你，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要修什么？不是去修这些影像，而是去修能看破影像的真相。换句话说，杯子在你面前，你看得清清楚楚，但你不被它牵着走。你该用杯子就用，用完了放下。你心里知道它是虚幻的，但你不否认它的存在。这就是不羁不离，不粘着它，也不排斥它。你看破它，你就自在；你看不破，你就被困住。开悟之后修的就是这个，不是修出一个没有杯子的境界来，而是修你在面对杯子的时候，心还能不能安住在本心之中，如如不动。念头升起了，你看见；念头灭了，你不留。你的心就像一面镜子，人来照人，物来照物，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镜子本身干干净净，不留一丝痕迹。这就是圣人的境界。这里呢，有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知道了修什么以后，要拿什么去修，靠什么去改。你每天心力交瘁，疲惫不堪，脑子转得跟陀螺似的停不下来。你告诉我，你拿什么去觉照？拿什么去观察？拿什么去安住？你连坐下来近5分钟都浑身难受，你连自己的念头都抓不住，还怎么去改习气？这里的关键就是能量，内在能量越高，心灵越通透，你越容易开悟，越容易在悟后起修的这条路上走得稳。这不是什么玄学，不是什么神神叨叨的东西。你看，一盏灯，如果电量不足，它连自己都照不亮，还谈什么照亮别人？你的心也是一样，能量不够，你连自己的念头都看不住，还谈什么觉照？谈什么安住空性？但绝大部分人每天却都在大量的消耗能量，入不敷出。那怎么样节约能量呢？其实就是不要耗脑，不要转得太快，你要安定下来，也就是我常说的止。你要让大脑停下来，这就是改变的开始。这里并不是让你不思考，不是让你变成一个木头人，而是我们要有这个能力让它缓下来，让它慢下来。当你大脑慢下来，这个耗能的机制就能缓下来，能量就能节约。这也就是为什么你要修止，而且它不仅能帮你减少耗能，而且能聚能。你看，一杯水，如果你不停地晃动它，
里面的泥沙永远沉不下来，水永远是浑的。但如果你把它放在那不动它，慢慢泥沙就沉下去了，水就清了。你的能量也是这样的，你到处折腾，能量就散了；你止下来，能量就聚了。这就是为什么说，修止是改变的开始，是你悟后起修的第一步台阶。你连止都止不住，后面那些绝招安住全是空话。当你真正能把能量聚起来，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各种神通自然会显现出来，不用你去外面求，不用你到处拜，它自己就来了。为什么？因为你的能量足了，你的心灵通透了，很多原本被遮蔽的功能自然就恢复了。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